这个女孩真是太苦了，她上班时还戴着墨镜，老板一看到她就说，客人看到你戴墨镜会觉得不舒服，但女孩却对老板说不戴墨镜会更难受。生气的老板直接摘掉了她的墨镜，没想到她居然还戴着一副。旁边的客人看到后都笑了。老板又摘掉了她的第二副墨镜。这位女士名叫荷兰，她从小就有阴阳眼，这也是她戴墨镜的原因。她不想看到那些可怕的东西。墨镜一摘掉，她就看到有客人身上冒着黑气，这意味着那个男人快要离世了。正当那客人拿着东西准备离开时，荷兰赶紧拉住了他。他让那男人再等3分钟，但客人觉得这很奇怪。他说他女朋友还在车里等他。他摆脱了荷兰的手，直接走出了店。这时另一个客人又笑了起来。当那男人走出店准备过马路时，一辆车飞快地驶过，撞飞了他。店里的人听到声音都冲了出去，看到那个男人的惨状都非常震惊。一个警察叔叔也听到了声响，赶紧赶到现场查看。戴帽子的小宋还是注意到了店里的荷兰。女孩看起来非常淡定，这让小宋觉得很奇怪。不久，荷兰下班了，她一直戴着墨镜走在马路上，直到荷兰回到家，她才安心地摘下墨镜，悠闲地看着电视里的欧巴，忍不住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，埋怨自己没能留住那位客人。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泪水涌出来，这让荷兰想起了童年的一幕。原来她小时候就有阴阳眼，爸爸为了让她不看到那些恐怖的黑烟，就给她戴上了墨镜。第二天一早，荷兰为了治愈心理创伤，拖着行李箱准备出国散心。上了飞机后，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，很快就不自主地睡着了。墨镜却不小心掉到地上，旁边的小女孩马上捡了起来。这时荷兰醒来，发现眼镜不见了，然后开始慌张地寻找，没想到眼镜戴在小女孩的头上。荷兰温柔地说，让小女孩把墨镜还给她。这时她注意到小女孩旁边的女人，女人全身冒黑烟，吓得坐在地上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荷兰紧张地站了起来，看到机舱里的所有乘客一个接一个地冒出黑烟。荷兰这时意识到这架飞机即将发生事故，看着所有乘客死后的模样，吓得大声尖叫，疯狂地敲打机舱门，引来了机组人员的注意。一个外国乘务员劝他冷静点。荷兰看到员工背后也有黑烟，他怎么可能冷静下来？这一幕引起了其他乘客的注意。荷兰疯狂地说，绝对不能让这飞机起飞，不然肯定会出事。但飞机上的员工怎么可能信他的话，便让保安将这个看似疯狂的女人抓起来。这位女士上班时居然戴着墨镜，那是因为她能看见死亡的阴影，一旦摘下墨镜，就能看到男人背后的黑烟，这黑烟预示着男人即将死去。那天她在飞机上看到所有乘客身后都陆续出现了黑烟，她意识到这架飞机肯定会出大事，并惊讶地看到了乘客死后的模样，因为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亡灵。她开始疯狂地敲打机舱门，大声警告说飞机即将出事，但空乘人员怎会听她的？于是呼叫了保安，把她当成疯子从飞机上拉了出来。一个小女孩将墨镜交给了保安，说这是那位姐姐的墨镜。小女孩不知道的是，这是她最后一夜的故事。荷兰被带到了机场大厅，但她依旧没能阻止飞机起飞。她无奈地望着那架飞机，心中不由自主地涌上了悲伤。不久，电视上报道了飞机的突发事故，机上无一人生还。警察将荷兰带到审讯室，他们怀疑荷兰在飞机上做了什么，以至于飞机才会发生事故。荷兰却解释说，自己的眼睛能看到死亡之眼，所以他才会发疯似的告诉他们不要起飞。这一切正好被警察小宋听到，他突然记起这女人是汉堡店的员工。警局里此刻发生了争执，一名女士不小心被推倒在地，荷兰碰到了那位女士的手臂，他隐约感觉到这位女士很快会冻死。那一刻他坐在地上，心情久久无法平静，然后颤声说道，这个女人身上似乎隐藏着死亡的阴影，不久后她可能会冻死。旁边的保险员听后误以为这女人是巫女。那天晚上，小宋把荷兰的墨镜整理好放在她面前，刚想离开，荷兰突然醒来。小宋带着好奇与荷兰聊了起来，他问荷兰这么美的眼睛为什么要戴墨镜。荷兰解释说，她能看到死亡的影子，因为影子都是黑色的，所以戴上墨镜就看不到了。小宋提到前2天在汉堡店，问那个男人身上有没有黑影。荷兰点了点头，但小宋还有个疑惑，你怎么知道那个男人会被卡车撞死？荷兰说，只要一摸到那影子，就能预见到人的死亡。但小宋对荷兰的话半信半疑。第2天因为没有证据，警方释放了荷兰。荷兰对此很不满，他一直在抱怨，要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投诉警局。正巧小宋开车到了警局门口，便向荷兰打了个招呼。荷兰霸气地走向小宋的车，厚着脸皮让小宋送他回家。小宋无奈只好顺从。当车子经过天桥时，荷兰摘下了墨镜，突然看到天桥上的男人身上出现了死亡之影。他上班时居然还戴着墨镜，
都是因为他摘下了墨镜，就能窥见亡者背后的死亡阴影，只需一次肢体接触，就能预感到亡者的死亡场景。那天他摘下了墨镜，意外的在天桥上看到一男子背后的死亡阴影，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小宋立刻停车去看个究竟。荷兰说，他刚看到那个男人背后浮现黑影，那个男人似乎快要死了。当荷兰在看那男人时，认出他是电视上欧巴的经纪人。小宋觉得那男人不可能会跳下去，因为那男人已经连续2天在这座桥上多次报道，绝对不是自杀的人，只是在作秀吸引媒体关注。很快，小宋就把荷兰送回了家。荷兰下车之后，小宋开车回去，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荷兰发来的。小宋有点困惑，为什么荷兰会知道他的电话号码？原来在下车时，荷兰看到了小宋车上的电话号码。这时小宋看到那男人还在桥上，觉得这男人真会折腾。但下一秒，那男人真的从天桥跳了下去。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震惊，包括小宋。那男人以最帅的姿势落入水中，小宋立刻停车，解开安全带，跑去看个明白。但当小宋到达天桥边向下看时，那男人已经不见了。小宋站在桥上也是束手无策。过了一会儿，围观的人群都散去了，那男人已经被从江里捞起来了，但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这让他的母亲非常悲痛。小宋目睹了这一切，内心久久无法平息。随即他想到了荷兰，回想荷兰曾说过能看到死亡之影，联想到这几件事的预示都成真了。那晚，小宋借着酒劲去找荷兰，他自责不已，为什么当时没有听荷兰的话，阻止那个天桥上的男人？小宋邀请荷兰，利用他能看到的死亡之影，与他合作来拯救他人，但被荷兰冷酷地拒绝了，因为荷兰害怕这种场景，这让小宋彻底困惑了。他继续在醉酒的状态下求荷兰合作，噪音惹来了邻居的怒骂，邻居误以为他们是情侣。荷兰戴着墨镜出现在天桥上，而小宋则被警察当成疯子带走。次日，他戴着墨镜去浴室泡温泉，旁边的女人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荷兰。荷兰回想起昨晚小宋对他说的话，利用他看到死亡之影的能力，与他一起拯救世界。他的心充满了迷茫，难以平静。然而，荷兰将面临怎样的选择呢？这女人上班时也戴着墨镜，下班依然戴着墨镜，甚至泡温泉时也不摘墨镜，因为她一旦摘下墨镜，就能看到死亡之影，触摸黑烟或肢体就能预见死亡场景。那天，她自信地摘下了墨镜，拿起剪刀，剪掉了自己的刘海，露出了一双漂亮的大眼睛，因为她想利用自己的特殊眼力来拯救世人。她鼓起勇气在街道上寻找目标，最终在一对魔女后面发现了黑烟。荷兰鼓起了勇气，抬起手触摸死亡的阴影，原来这个女人是病死的。荷兰也无能为力，于是他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，最后发现一位大叔背后有黑烟。他急忙上前触摸大叔背后的死亡之影，当他看到大叔的死亡场景，一颗幼小的心灵久久不能平静。他反复思考，本不想插手此事，但荷兰还是决定帮助大叔。他一边跟随大叔，一边给小宋打电话，告诉他今天他又看到了死亡之影，他想让小宋过来帮忙。可小宋说今天非常忙，那天说要合作拯救世人，只是醉酒胡言。荷兰听后与小宋大吵一架，警告他以后不要再出现在自己面前。之后他还是走到了大叔面前，告诉大叔他可能会在商场遭遇不测，近期千万不要去逛商场。可大叔不听荷兰的劝告，并说自己哪有钱去逛商场。荷兰见状，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10万韩元，想用这些钱说服大叔今天跟自己一起。正当荷兰以为自己成功时，这一举动让他不知所措，气愤地想离开这里，但想到大叔即将面临的危险，他内心仍然难以平静，于是故意激怒大叔，希望大叔打他，好送他去警局。但大叔觉得荷兰是个疯子，荷兰想逃离这里，但被荷兰阻止了。就在他们拉扯的那一瞬间，大叔用力把荷兰推倒在地。荷兰一看情况不妙头，就往桌角狠狠一撞。我只想说，这个女人真的很狠，没几个男人能对她置之不理。店里的人都拿出手机开始拍照。不一会儿，荷兰的头上就血流如注。他想让人误以为大叔打了他的头。大叔一看情况不好，准备逃出商店，却被小宋的2郎腿一绊。大叔和荷兰踩着小宋的身体跳了过去，最后他们2个合力抓住了大叔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宋叫同事把大叔送上了警车。小宋以为事情已经结束，荷兰却说他刚才碰到了大叔的影子，在某商场发生了持枪挟持人质的事件，结果子弹还打中了大叔，持枪事件还是发生了。小宋不知道的是，如果他插手这件事，会让他后悔终生。荷兰拥有阴阳眼，只要摘下墨镜就能看见死亡的影子，触摸到死亡之影，就能感知到对方的死亡场景。那天他们虽然抓住了大叔，但荷兰告诉小宋，他刚才感应到的还包括这一点，大叔的死亡是无法改变的。
现在必须抓住那个持枪的人，穿着迷彩服的那个人，这样持枪事件才能避免。荷兰随后带着小宋来到了即将发生事件的地点。这时，荷兰看到了一个女人，她对小宋说：“根据自己的感应，这个女人一直在现场哭泣，肯定是与那个大叔或穿迷彩服的人有关。”然后，他们开始询问这个女人。原来她有一个当兵的男朋友，但由于她移情别恋，男朋友因此选择了逃兵。小宋让她试着联系男朋友，约在一家餐馆见面。不久，当兵的男朋友就来到了。小宋走到他身边，假装问现在几点了，然后突然抓住他的手表查看。荷兰点头确认，确定这就是挟持人质的那个人，于是拿出手铐，迅速将当兵的男友铐住，把他和大叔一起带到警局。他们2个人一起来到警局外，都以为事情已经结束，于是互相道别。这时大叔的电话响了，小宋帮忙接了电话，原来是大叔的母亲打来的。荷兰舒服的在温泉里泡了一会，走到门口，突然他看到自己的储物间门开了又关，这让荷兰感到很疑惑。荷兰不知道的是，有一个阴间使者刚刚进入了柜子里，他急忙打开柜子，检查自己的东西是否有遗失。打开手机，发现小宋打了17通电话给他，于是急忙回拨过去，但这时小宋那边却接不通电话。荷兰隐约感到情况不妙，赶忙赶到警局，发现大叔和穿迷彩服的人还在，这才让他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。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小宋，于是荷兰坐到了小宋的办公椅上，继续给小宋打电话。这时候荷兰看到了小宋当兵的照片，他手臂上戴的正是自己小时候送给俊哥哥的那条红绳。原来小宋就是自己小时候喜欢的那个俊哥哥。就在这时，荷兰看见了一个当兵的人，他上前去询问他是否有枪。村边的促销员特别热心。此时荷兰意识到他认错人了，这件事情还在继续发展。果然，电视上报道了某商场发生了持枪人质事件，而指认人质的正是荷兰。他认出来那是他喜欢的俊哥哥。荷兰不明白小宋为什么会出现在商场里，原来大叔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，所以小宋才会帮助大叔去接他的母亲。这时荷兰才明白，大叔的命运不知何时转移到了他的俊哥哥身上。荷兰吓得不敢继续看下去，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吓得直接坐倒在地。他认为是自己害死了俊哥哥，而小松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，最终还是逃不过死神的手掌心。荷兰伤心地回到了家，认为是自己杀了小松。最后他准备上吊自尽，这时一个神秘人拿着手术刀准备取出小宋的眼珠，突然去世的小宋眼睛睁开了，吓得那个神秘人不知所措。只见小宋坐了起来，不停地摇摆着脖子，那神秘人吓得直接坐倒在地。小宋并没打算伤害那个神秘人，神秘人一阵慌乱后就逃走了。原来就在刚才，小宋在手术台上抢救无效去世了，一位阴间的使者趁机附身于小宋，才发生了刚才那一幕。小宋的母亲来到停尸房，却发现小宋的尸体不见了。查看监控，发现小宋复活了。荷兰以为是自己害死了小宋，自责不已。突然，荷兰的脚碰到了遥控器，不小心打开了电视。电视上报道，警察小宋仍然活着，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荷兰非常后悔。此刻，荷兰被绳子勒得几乎要窒息，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要活下去，祈求自己已故的父亲能帮助自己。等荷兰醒来时，发现一只狗狗正在舔他，并告诉他刚才是这只狗狗救了他。但荷兰依然觉得那个男人是个小偷。吴万胜说，前一段时间在警局听你说过，你可以看到死亡之影，所以才来找你。准备离开时，狗狗发现了一样东西，是他救了你。吴万寿让荷兰帮个忙，看看他和狗狗后面有没有死亡之影。荷兰却说，随后荷兰和吴万寿一起开车去医院。在路上，荷兰看到了小宋，让吴万寿赶紧停车，然后急忙跑到人行道上，来到小宋面前不停地道歉。荷兰看到手上的红绳，确认了这条红绳的意义。还记得小时候给俊哥哥戴的那个？小宋撑不住晕倒了，荷兰一边喊着欧巴，一边跑到小宋身边。这时小宋已经失去意识，荷兰只好又把小宋送回医院，自己则坐在医院大厅，给欧巴手上的红绳编个结。这时小宋模模糊糊看到有个神秘人拿着针，真是我见过的最硬气的男人。就因为他不是人类，竟然不服把手上公交车。司机突然急刹车，因为惯性，小宋不小心踩到一个大叔的脚。荷兰催促小宋赶紧扶好把手，大叔要小宋赶快道歉。大叔气得想打小宋，荷兰及时拦下来，并向大叔解释自己的欧巴因为意外伤到了头。大叔这才罢休。然后荷兰把大叔拉到一边，嘱咐小宋扶好把手。可小宋又开始欺负旁边的学生，他让学生赶紧起来让座。旁边的女士实在忍不住了，站起来让座给小宋，告诉他自己要下车了。一位老奶奶正准备上公交车，司机又是一个急刹车，惯性差点把小宋摔倒。小宋只好带着霸气坐下，露出笑容。
这时，一位老奶奶上了公交车，她走到小宋旁边，不停地说自己脚站不稳，还是得抓紧点。老奶奶说，人老了，迟早都是一回事，表示如果不让座，就要动手。老奶奶斥责小宋真没教养。小宋对老奶奶说，人类真没规矩。老奶奶气得把包袱甩到小宋身上，小宋却把包袱扔向荷兰，结果荷兰被砸倒在地。此时公交车刚好到站，小宋趁机摆脱了荷兰。等荷兰回过神来，发现他的欧巴已经下了公交车。小宋利用自己的特殊技能，钻进了一个柜子里。当他从柜子里出来时，却发现自己在警局的洗手间。小宋的同事因为紧张，说话都结巴，说着说着就吐在了自己手上。这时他认出这个男人是小宋，就上前用手摸了摸小宋，询问他之前头被子弹打中有没有事。但小宋觉得太脏了，一把推开了同事的手。这时他才认出这人是小宋的同事，立刻叫同事赶紧跟着自己。同事不太情愿，而阴间使者急于找到自己的搭档，因为他的搭档现在附在某人身上，如果找不到，他就得下地狱。于是他让同事找出搭档生前的住址。小宋拿着地址找到了搭档生前的母亲，一路跟着他。阿姨看着小宋这身打扮，以为他刚从医院出来。经过他们的对话，阿姨确定小宋确实有点不正常，于是她从兜里掏出钞票，同情地放到小宋手上。这位男士轻轻一推，大叔就以完美的姿势摔倒在地。现在的小宋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一名阴间使者。小宋开始怀疑，这位大叔可能是自己搭档的灵魂附身。大叔显然不太接受这一点，于是他和小宋展开了搏斗。几轮过后，小宋不得不朝大叔的头部开枪。这下大叔真的吓坏了。小宋检查了一下大叔的脖子，发现这个人并不是他的搭档。这时，一群混混从楼梯上走了下来。原来刚才那位大叔是这帮人的头目，专门来收保护费的。此时，有个混混突然记起这人是位刑警，他马上把这消息传给了头目。头目想起了之前小宋被打的情形，觉得这位刑警就是个废物，不由得开心地笑了起来。小宋这时候想赶紧离开这里，但被头目拦住了。头目要小宋赔偿他手下的医药费，以为这下可以大赚一笔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他轻松地打倒了一大片人，这让头目完全搞不清状况。旁边的泡菜国公民都鼓掌叫好，因为他们都受够了这些混混的敲诈。随后，小宋帅气地走到头目面前，轻轻一推就离开了。然后他去了搭档妹妹的学校门口，因为他怀疑搭档会来找妹妹，于是他就蹲在那里等待。但是路过的女士们都不敢看他一眼，原来小宋忘了穿内裤，路过的男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。就在这时，小宋看向公交车广告上的模特穿的大衣，没想到阴间使者竟然也挺有时尚感的。他于是走进一家高端服装店试衣服。当小宋拉开试衣间的窗帘，服务员不断的称赞小宋穿上大衣后，真的像偶像剧里的帅气欧巴。小宋自信地拍了拍大衣，问道：“这件多少钱？”这让服务员都惊呆了。服务员接过钱后，显得有点手足无措。小宋领会了，便拉起窗帘。这时，服务员以为这男人是从医院里出来的，在外面等了好久，好奇地拉开窗帘一看，发现那件大衣不翼而飞了。很快，小宋来到了一所中学的洗手间，他仔细地打量着自己身上的大衣，这可真把小宋吓了一跳。他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因为在女生卫生间的不当行为，警察把他当做了疯子抓起来。警察看到这不雅的场面，长叹一口气，他给我带来的麻烦那么难。警方询问小宋叫什么名字，小宋想了想说潘娘子，随后又问小宋的身份证号码，这让警方气得都想动手了。这时小宋又发现了什么好吃的，便赶紧去将另一位警察推开。小女孩高兴地回到家，竟然看到爸爸身后有死亡的影子，她赶紧告诉了爸爸这件事。爸爸似乎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，他故作镇定地靠近女儿。当小女孩触碰到死亡之影时，他能感知到死亡之影的场景。最后，他的爸爸被一个神秘人从楼上扔了下来，而神秘人的手背上有个蜘蛛图案。小女孩名字叫荷兰，她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爸爸。荷兰之所以能看到死亡之影，是因为8年前的一个事件。那时候，荷兰的爸妈刚好结婚，他们在车里一直在秀恩爱，没想到一位阴间使者搭上了他们的车。同时，一辆货车司机因疲劳驾驶，而他们还在车里沉浸在爱情中。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但已经太晚了，一场恐怖的灾难就这样发生了。车祸发生后，女人意识中看向自己的丈夫，但她已经断气。这时，阴间使者看向这位女人，竟然对她一见钟情。为了不让她伤心，便附身于她丈夫的身体，成为了她的丈夫。所以他们的孩子是半人半鬼。这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。现在荷兰的爸爸是一名警察。荷兰不想让爸爸离开自己，因为他害怕失去爸爸。但爸爸为了正义，仍然选择去对抗罪犯。有一天，爸爸接到消息，一个人去抓嫌疑犯。当他准备回头时，突然被榔头砸中。
幸亏爸爸反应迅速，成功躲过了这一劫。爸爸随后和嫌疑犯激烈搏斗，很快就制服了嫌疑犯。正当爸爸准备把嫌疑犯带回警局时，第二天，荷兰带着哭脸来到案发现场。警察叔叔在不停地安慰荷兰。正在这时，荷兰看到了一位大叔，手背上的蜘蛛图案，他马上认出了这个大叔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。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警察叔叔。凶手大叔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于是匆忙离开了这里。为了避免让警察发现自己是凶手，他用高温熨斗把手背上的蜘蛛图案烫掉了。一位小女孩高兴地回到家，却惊见父亲身后有死亡之影。她用手触摸着那死亡之影，她的父亲被一个神秘人从高楼扔下，那个神秘人手背上也有蜘蛛图案。第二天果然，她的父亲被那个神秘人无情地杀害。长大后，女孩在商店找了份兼职，她每天都戴着墨镜，因为她不想再看到死亡之影。那天荷兰在家，她无意中在父亲的钱包里发现了一张纸条，这才明白父亲是被谋杀的。荷兰马上拿起手机给母亲打电话，但母亲的电话打不通。她随后去医院找到了母亲。荷兰询问母亲谁杀了父亲，那时母亲并没有去见那个给她留纸条的人，这让荷兰非常不理解，因为她的母亲知道荷兰的父亲是阴间的使者，这导致自己的女儿成了半人半阴间使者，所以母亲不想知道荷兰父亲的死因。但荷兰当时确实触摸了死亡之影，预感到父亲是被那个神秘人谋杀的，只能凭着手上的纸条去警局，请求警察帮忙查找纸条上名字的情况。这时荷兰想起了自己的小俊哥，他是一位刑警。他来到医院，发现自己的俊哥哥已经出院了。荷兰赶紧给俊哥哥打了电话，可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。回家后他发现家里有动静，一推门看见继父在家里翻箱倒柜。继父找到了荷兰多年来的所有积蓄，继父打算拿这些钱去赌场一搏。正当继父准备离开，荷兰知道自己能看见死亡之眼，但继父根本不信这一套。荷兰看到了身后的死亡之眼，决定离开这里，但荷兰抓住了他的脚，继父还是大摇大摆地离开了。荷兰一个人留在地下哭泣。这个男人冷酷无情地走在天桥上，他原本是地狱的阴间使者，他的搭档因为贪恋人间，现在附在了别人身上，如果找不到自己，就得在地狱中永远游荡。这时他想起了搭档死亡的场景，说完这些，他转身跳了下去。这时小宋开始埋怨，他后悔当初让搭档单独执行任务。突然另外2名阴间使者出现了，小宋又开始埋怨同事，他觉得当初的决策真是糟糕。而荷兰查到了自己欧巴的地址，正坐着出租车去欧巴家。在路上，荷兰看到自己的欧巴在天桥上，而且他后面跟着2个死亡之影，他急忙让司机停车，司机无法说服荷兰，最终还是停了下来。这时候阴间使者们开始争执，他们大打出手，但是没有实体的阴间使者伤不了小宋，灵魂附在小宋身上。阴间使者轻轻推了一下他，一辆自行车飞速驶过，小宋不小心摔倒在地，灵魂珠子滚到了马路中央，他急忙跑到马路中间捡起珠子。这时荷兰看到小宋很危险，而小宋发现了真相，这次的任务竟然是收取荷兰的灵魂。荷兰正在100米冲刺中狂奔来，小宋急忙把灵魂珠子盖好，一辆汽车飞驰而来，幸好荷兰及时将小宋推到一边，这样小宋才躲过一劫，但荷兰却晕倒了。这时候小宋注视着荷兰的面容，明白了收取这个女人的灵魂是自己的任务。他们随后把荷兰带回了小宋家，他拿起手中的珠子，表示非得不可，走到荷兰旁拿起玩具，然后把灵魂珠子藏进玩具里，又拿起荷兰的包，把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地上，让同事帮忙找荷兰的家地址。小宋把荷兰扛起来，大摇大摆地离开。片刻之后，小宋竟然又回来了，原来太久没当人了，差点忘记了自己的本领。小宋把荷兰扛进了衣柜里，不久后他把荷兰放在自己的床上，他看着墙上的画报，误以为画报上的男人是荷兰的男朋友，然后发现了荷兰的上吊绳子。第二天，那些上次被小宋打的混混来讨债，发现男人手头没钱，于是命令手下把男人家的冰箱搬来抵账。男人见状立刻上前拦截，正在他们拉扯的时候，冰箱里突然出现了一具尸体，混混们都被吓得往后退，而冰箱里的女人正是上次荷兰碰到的那个死亡之影。男人一眼就认出那女人是自己的妻子，原本是个废物刑警，一看到尸体就想吐，下一秒变成了韩国最帅的刑警欧巴，不仅动作敏捷，枪法也非常精准，很快就解决了挟持者，让同事们都惊讶不已，大家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。警方原本怀疑是丈夫杀害了妻子，但男人只凭一眼就断定凶手不是丈夫，因为死者脖子上的勒痕非常清晰，而中指上的痕迹却很模糊，这说明凶手的中指至少缺了一节，而丈夫的中指完好无损，这就证明丈夫不是凶手。他名叫小宋，
是从地狱来的阴间使者。那一天，小宋来到一所中学门口寻找自己的搭档，他坚信搭档会来找自己的妹妹。这时他看到一个行为怪异的学生，这个学生明明之前已经死了，现在却又活了过来。于是他随便拉住一个学生询问情况，这让小宋开始怀疑，这个学生可能是自己搭档附身的。同时，荷兰也找到了新工作，他现在是一名保险员，利用自己能看见死亡之眼的能力，来确认保险客户是否安全。荷兰的下一个客户是一家企业的女儿，她去了一所中学了解客户情况。这时候，小宋也来到了这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突然注意到了彼此。现在有人在问什么呢？荷兰再次朝教室看去，发现教室里有个学生，体内似乎藏着死亡的阴影。小宋听到荷兰嘟囔，就走到了荷兰身边，询问荷兰在说些什么。荷兰只是随口一说：“你明知道我能看见死亡之眼，为什么还要装糊涂？”荷兰不知道的是，这时的小宋不是他熟悉的俊哥哥，而是一个阴间使者。这时小宋回想起那次卡车事故，他想利用荷兰的能力，帮自己找到灵魂伙伴。他按住荷兰的脖子，询问是哪个学生体内藏有死亡之眼。然后小宋用枪指着那个学生的头，他让自己的伙伴赶紧灵魂出窍。就在这时，小宋发现这不是他的伙伴吴秀东，灵魂恳求小宋放过自己。见小宋不理会，就开始威胁小宋。作为阴间使者，怎能被一个普通灵魂威胁？他假装被威胁，让灵魂附在学生身上。当学生准备离开时，他突然抓住学生的衣领，因为小宋知道灵魂已经附身，如果再次死亡，那么这个灵魂会失去所有记忆。女人轻轻地拍打着男孩，突然死亡之影显现了，他能清楚地感受到男孩被锁在行李箱里，然后和行李箱一起被活埋了。凶手的手上缠着纱布，纱布上还有个印章。那女人名叫荷兰，她天生就能看到死亡之影。就在刚才，荷兰拿着一份保险单，单子上列着超级 VIP 客户名单。她利用自己的能力，确保客户的安全。如果没有黑影，就意味着安全。她后来去便利店买水，正准备去付账，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吃东西。她四处看了看，没发现小男孩的父母，于是她上前询问小男孩的妈妈在哪里。但小男孩的行为让人觉得他可能有点问题。这时便利店的老板娘走了过来，荷兰意识到小男孩可能迷路了，他试着问小男孩家在哪。男孩的行为让荷兰不知所措，旁人还以为他在欺负小男孩。荷兰感到无奈，只好把小男孩带到警察局。他注意到小男孩没穿袜子，便好心给小男孩穿上自己的袜子。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小男孩父亲的联系方式，告诉荷兰小男孩的爸爸马上就到。这时小男孩说要去厕所，但走到一半时尿湿了裤子，荷兰只好帮他脱下裤子清洗。当荷兰靠近小男孩时，不小心触碰到了小男孩的死亡之影，正是开头那一幕的由来。不久，小男孩的爸爸就到了。爸爸要抱起小男孩时，荷兰一把将他推倒在地。小男孩的爸爸有点懵，直到警察说是荷兰找到了你的儿子。荷兰开始教育这对夫妇如何照顾孩子。夫妇俩不停地向荷兰道歉。警方说，这孩子本来就爱到处乱跑。荷兰这才对小男孩的父母有了一些理解。爸爸随后抱起小男孩就离开了。荷兰也准备离开时，看到地上有个钱包，赶紧捡了起来，发现是小男孩爸爸的钱包。荷兰急忙跑出去叫住他们，然后把钱包还给了他们，并嘱咐他们务必不要让孩子走丢，一定要让他待在家里。这让他们有点困惑。小男孩父母真的觉得莫名其妙。他们离开后，荷兰看到小男孩背后的死亡之影，长时间无法平静。注意看女人正在用手触摸黑烟，就能感知到死亡场景。小男孩被凶手关在行李箱里，然后被凶手连同枪一起活埋。凶手的手上缠着纱布，并且印有印章。很快，小男孩的父母赶来，在他们临走前，荷兰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让小男孩出门。但男孩父母似乎不以为意，不停地向荷兰道歉。他注视着男孩背后的死亡之影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第二天，荷兰一大早就来到小男孩家门口，试图阻止凶手害小男孩。他看到小男孩的爸爸去上班了，随后又来了一位陌生男人。原来那男人是小男孩的老师。小男孩已经好几天没来上课了，所以老师特地来看看他。荷兰一看是小男孩的老师，就上前去问了问老师有没有看到一个手上绑着纱布的人。还没开口，一个男的骑着自行车，不小心压到了香蕉皮。老师为了救荷兰，自己却被自行车撞倒在地，老师的手也受伤了。老师到了医院，他看着自己手上的纱布，感觉似曾相识，于是走进去仔细看看，确认这只绑着纱布的手正是那个人的，但纱布上没有印章。该怎么办呢？小宋用手机定位找到了荷兰，他想借助荷兰的阴阳眼，帮他找回失散的魂魄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一个小男孩从屋里走出来，而且还有2个阴间使者跟在后面。荷兰和老师一起来到了学校，
他看到老师和学生们相处得很融洽。荷兰这时觉得自己想多了，正准备离开，忽然他问：“我家哥哥几岁了？”这时他听到了盖章的声音，立刻感到紧张。紧接着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，老师不小心把印章掉在了地上。一个顽皮的学生从地上捡起印章，在老师手上的纱布上盖了一下。这时荷兰确信老师很快就会伤害小男孩，于是急忙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把老师的样子拍摄了下来。在这边，小宋跟着那个小男孩进入了一个社区，小男孩顺着煤气管道爬了上去。老师通过监控发现小男孩回到了自己家，他担心事情暴露，于是赶忙回家。荷兰看到老师从教学楼跑了出来，就一直跟着老师。接着他打电话让老板查一下老师的背景。荷兰赶到了顶楼，常言道高处不胜寒，最终看到老师拖着行李箱出来了。他急忙用手机给小男孩的爸爸打电话，确认小男孩此刻不在家，爸爸也在找小男孩。荷兰确认了老师，箱子里装的是小男孩。老师把行李箱放到车上，正要离开，荷兰突然拦住了老师，他紧抓老师的头发，老师将他拖拽了几分钟。这时小宋走了上来，双手竟然将车尾顶了起来。老师看到这一幕吓呆了，接下来小宋的操作更是把老师吓得脸色发绿。他霸气地走到老师面前，老师试图开车门，小宋迅速拉开车门，用巨大的拳头狠狠地打了老师一顿，然后抓着老师的头不断地往车上撞，再次用铁拳猛击。老师被打得立刻求饶，他将老师拉倒在地，看着老师狼狈的样子感到愤怒，一个神龙摆尾将老师踢晕在地。荷兰迅速走到车尾箱并将其打开，当他打开行李箱时，里面竟然是一个小女孩，这让小宋和荷兰都感到非常震惊。原来就在刚才，一个小男孩悄悄潜入了老师的屋子，小男孩带着女孩准备逃离，可就在小男孩带着女孩从煤气管道爬出去的时候，小女孩感到非常害怕。这时老师赶了回来，立刻抓住了小女孩。小男孩看到这一幕，吓得从高楼掉了下去。这起坠楼事件引起了泡菜国公民的关注，老师见状便准备将小女孩捂晕，却被小女孩咬到了手。老师用力将小女孩推倒在地，不小心将小女孩的头撞在了门框上。老师以为自己失手杀了小女孩，便将小女孩装进了行李箱。救护车及时赶到，救了小男孩，把他送到了医院。小宋目睹了这一切，小女孩也被及时送医，万幸安然无恙。小女孩无父无母，只有一位行动不便、智力有障碍的奶奶照顾她，她陪伴在小女孩身边。老师被警察逮捕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小宋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他拉着荷兰的手，帮助自己寻找秀东的灵魂。小宋以为荷兰只是装作很痛，荷兰却想再去小男孩家一次，他想要确认一下，看看男孩身上的死亡阴影是否消散了。小宋无法说服固执的荷兰。荷兰看到小男孩的背影时，发现死亡之影已经消失，这才让他松了一口气。但荷兰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小男孩并非他救过的那个，真正救过的小男孩已经去世。就在昨晚发生的事，父亲因无法接受儿子的智障而将他杀害，被阴间使者盯上的人都无法逃避死亡的命运。荷兰曾查看过超级 VIP 客户名单，尽管没有看到死亡之影，他还是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不幸丧生。这个小女孩能看见死亡之影，长大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保险员。荷兰曾确认厅长身后没有死亡的阴影，但厅长还是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去世了。事实是在前一天，厅长到死者家中调查，看到死者小时候的照片时，竟然看到了死亡之影出现，发现死者竟是他小时候认识的人。死者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，为了生计只能在酒店打零工。厅长一回到家，就拿出照片和视频对比。视频显示，一个戴手表的男人和一个女孩在进行扑克交易。然后他查看了荷兰爸爸当时的调查记录，发现女孩确实进行过这种交易。但厅长不知道的是，这条消息将为他带来致命的危险。第二天，厅长前往某集团董事长那里，因为他记得10年前自己清楚地记得，集团董事长手上戴着视频中的那只手表。他掀开袖子一看，竟然没有手表。视频中的男人明明戴着手表，那是董事长手上的手表，怎么现在没有了呢？这时董事长的大儿子走了进来，他一眼就认出厅长是自己爸爸的老朋友，多年的好友，他便热情地打招呼。这时厅长看见那男人手上戴着手表，厅长问那男人：“你爸以前的那只蝴蝶手表现在在哪里？”这话让厅长大吃一惊，原来当时是他和那女孩进行了交易。为了不让男人起疑，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厅长出来后，马上给一位刑警打电话，告诉刑警有重要的事情要说。这时那男人若有所思地走出门，在开车回家的路上，厅长因为分心看手上的证据，一辆大卡车突然将他的车逼到一边，卡车上跳下来一个神秘人，厅长不幸在车内去世。神秘人见状从兜里拿出手机，原来这场车祸是有预谋的。第二天，刑警大叔在厅长的车里
发现了一本笔记本，和那死者小时候的照片一起，还有一张酒店的传单。这边的老板在责骂荷兰，荷兰明明看到厅长身后没有死亡的阴影，怎么还是发生了车祸呢？这让荷兰也感到非常困惑。他说，如果不是24小时都跟着厅长，自己也无法避免这场事故。而那位真正戴蝴蝶手表的大佬，正在欣赏一段自己和一个女孩的彩色视频。随后他命令自己的保镖把视频里的女人抓来。究竟是谁和这女人做了交易？这是我见过的最硬核的直男。美女投怀送抱，他却这么做，事后连扶都不扶一下，还说荷兰神经大条，然后优雅的让他快点跟上。荷兰埋怨小宋为什么不接住我。小宋看到荷兰起不来，便同情的走到荷兰身边，伸出手臂，他是想让荷兰抓住自己的袖子。看到他不服自己，荷兰转身就走。荷兰只能委屈的叫着小宋的名字。小宋现在是一位阴间使者，带着荷兰，只是想利用他的阴阳眼找到齐秀东的墓。荷兰问小宋为什么要盯着那位大神，这让荷兰大吃一惊。看起来这位大神连蚂蚁都不会伤害，给荷兰上了一堂生动的课。荷兰决定好好使用自己的阴阳眼，为人民服务。这是一位身穿黑色皮衣的男人，骑摩托车来到大婶面前。小松让荷兰仔细观察，看这个人体内有没有黑影，但他看那穿皮衣的人没有异常，于是小松让荷兰再靠近一些看看。荷兰走到那个男人面前查看，发现这个男人身上确实有死亡的阴影。他试图叫住那个男人，可是那人已经走出了小松的视线。他们两个立刻追了上去，追逐中荷兰不慎摔倒，小宋被几个混混拦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男人逃走。原来是被小宋上次打过的那个头目，真是冤家路窄。小宋只想追那个带着死亡阴影的男人。那男人见到头目挡路，就和头目及其手下打了起来。小宋把混混们教训了一顿之后，那穿皮衣的男人已经不见了。随后小宋来到了一个饭馆，看到了齐秀东的妹妹，旁边坐着的男人正盯着他看。小宋误以为那人是齐秀东。这时荷兰也赶到了，小宋叫荷兰确认一下这男人身上有没有黑影。荷兰说没有。小宋让他再仔细看看，肯定有影子的。荷兰注意到了那人的安全帽，他明白了，小宋把这人误认为是那个穿皮衣的男人，这才意识到认错人了。然后他匆忙离开，他们坐下来开始吃饭。接下来的情景让荷兰沉浸在美食中，他让小宋尝尝这里的火锅，虽然小宋没怎么吃，荷兰自顾自的大快朵颐。小宋看着荷兰的样子，用手抬起荷兰的下巴，用大拇指擦去了他嘴角的汤渍。这一幕让旁边的学生羡慕不已。当小宋准备用纸巾擦掉时，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尝尝这是什么味道。荷兰看着小宋这么做，不由得有些害羞，而小宋已经完全迷上了这个味道，于是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一个学生问齐秀东的妹妹，那个骑摩托的大叔为什么要给你钱？这句话引起了小宋的注意。这时荷兰说他要去一下洗手间。齐秀东的妹妹看着电视上的欧巴，痛恨不已，因为他哥哥是电视上那个欧巴的经纪人。这时小宋也在看电视上的欧巴，觉得齐秀东肯定要向这家伙报仇，所以才会附身进人类体内。接下来看小宋如何找到他的阴间使者，和齐秀东一起。这场万圣节派对来的人无一不是富豪或贵族。荷兰化着浓妆出现在这里，因为他要用自己的阴阳眼确认超级 VIP 名单上的客人是否安全。正当荷兰和他老板拍照时，小宋赶了过来。这时荷兰看到帅气的小宋，惊讶不已。小宋知道今晚大明星雷欧也会来这里，而齐秀东的魂魄肯定会来找他报仇。小宋正在现场观察可疑人物，一个神秘人撞了一下小宋，顺手偷走了他的手机。作为阴间使者的他竟没察觉异常。小宋的女朋友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原来是神秘人用小宋的手机打来的。听到不是小宋的声音，他吓傻了。大明星雷欧这时也到了万圣节派对现场。万圣节派对很快就要开始了，小宋优雅地站在高处欣赏着。这时小宋的女朋友走过来了，殊不知有个神秘人正悄悄观察着他。女朋友跟小宋说她想去美国多读一些书，这次来是为了跟你告别。说完他直接上前给了他一个亲吻。这一幕让荷兰感到一阵嫉妒，他赶紧推开了女朋友，因为此刻的小宋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宋了，他现在是一位阴间使者。突然有人把现场的所有灯都关了，小宋扭头往下看，他的女朋友已经离开了。荷兰失落地站在那里，一个神秘人不小心撞到了他，他隐约感觉到这个人可能很快就会死去，但现场一片漆黑，荷兰也看不清他是谁。片刻之后，灯光重新亮了起来，他急忙寻找刚才碰到的那个人，而小宋发现刚才的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，好奇地走进屋里，一位神秘人在慌张中撞到了他。小宋看着眼前受伤的神秘人，这时他感觉这个家伙就是之前伤害自己的人，于是他急忙追了上去。他拦下了一辆货车，但车里并不是刚才的那个神秘人。
这时神秘人已经开车逃跑了，小宋立刻追了上去。神秘人开车追逐小宋的女朋友，因为这次神秘人的目标是他。正当他们穿过隧道时，原来小宋通过管道爬到了神秘人的车顶上。神秘人见状，猛地转动方向盘，试图把他甩掉，但小宋牢牢抓住上面，稳如泰山。随后帅气地蹲了下来，用砂锅般大的拳头向车窗猛砸，玻璃瞬间被砸出一个洞。他紧握着车内的方向盘，神秘人不断打小宋的手背，没有效果，便用嘴巴咬了上去。这一幕恰好被小宋的女友看到，小宋挣开了束缚，抓住神秘人的头发，不停地把他的头往方向盘上摔。片刻后，神秘人挣脱了小宋的控制，这时他灵机一动，急忙踩下刹车。由于车的惯性，小宋重重地从车上摔了下来，但他似乎没什么大碍，气冲冲地向神秘人走去，却被神秘人突然打了一拳。小宋吐出一口血，然后与神秘人展开搏斗，但神秘人显然不是阴间使者的对手，很快就被小宋打倒在地。小宋将脚踩在神秘人的脸上，神秘人偷偷拿刀划破了小宋的腿，趁他不备身刺其腹，猛然将他推向栏杆边。结果小宋被神秘人从天桥上推了下去，水中小宋的腹部血液喷涌而出，而他的女友被杀手抓走。就在这时，使者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无法离开小宋的身体。使者随后进入万圣节派对的卫生间，拔出腹部的刀。这时荷兰赶了过来，使者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，便将荷兰推了出去。荷兰说自己刚看到了死亡之影，让小宋去找那个人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宋洗完澡出现在门口，带着荷兰离开了这里。荷兰回到家后心久久不能平静，因为他刚在万圣节派对上看到一个女人亲吻了他的欧巴。回家后他问前辈，自己明明被杀手刺了一刀掉进水里死了，为什么还留在这个身体里？前辈其实知道这一切，这个使者其实是荷兰的俊哥哥，这具身体是俊哥哥的亲弟弟的，现在还没找到俊哥哥的肉身，所以使者不记得自己是谁。前辈也不打算告诉他真相，只说自己也不清楚。阴间使者无法离开人类身体，杀手绑架了小宋的女朋友，把他带到一个破旧的仓库，并且不断折磨他。戴蝴蝶手表的神秘人命令他找到小宋，不管是活是死都要见到他。第二天，使者再次打扮得非常帅气，准备去找贺兰，但发现自己不能瞬间转移了。这时他想起了前辈的话，杀手就在小宋家对面，用望远镜看到他还活着，惊讶于自己不能瞬移，决定帅气地走去荷兰家。这时他发现兜里有车钥匙，立刻明白过来，打算用小宋的车去找荷兰。不一会儿，他终于找到了人类的交通工具，急忙坐进车内。他打算开着这辆人类的交通工具去找荷兰，他相信自己能驾驶这辆车，用钥匙找了好半天，终于发动了人类的交通工具，还摘下了小女孩的墨镜。他立刻感受到了圣哲的死亡氛围，这一幕把小荷兰吓得手足无措。圣哲看了一眼手表，说自己要迟到了，然后离开了现场。小荷兰想要追上圣哲，想把死亡之影的事告诉他。这时他看到所有学生的背后都布满了死亡之影，这意味着所有学生都将面临死亡。圣哲过来询问他哪里不舒服，小荷兰紧握着圣哲的手，劝他明天不要去看电影。圣哲说明天是5珍包场看电影。听闻此事，小荷兰才明白明天将有危险，于是他示意圣哲明天千万不要去。这时另一个同学提醒圣哲，再不去上课就要迟到了。圣哲对小荷兰的话不以为意，说自己明天不会去看电影。本来不富裕的圣哲父母，为了让孩子跟其他人一样，把自己的结婚戒指卖调换成了钱，让圣哲明天能去看电影。正是这个决定导致了悲剧。第二天，正如小荷兰所预料，5珍电影院突然坍塌，里面的300名学生遇难，无一幸存。这时圣哲的父母摇摇晃晃地来到现场，向警察询问死亡名单上有没有自己的孩子。父母的心终于稍微放下来，但好景不长，警察从角落拿出一个箱子，让父母确认箱子里是否是圣哲的手。父亲打开箱子的那一刻，母亲立刻崩溃了，里面的手确实是圣哲的，因为那只戒指正是圣哲赎回的，就是妈妈的结婚戒指。爸妈因此来到了政府门前，要求政府揭露300名死者的真相。可当时的政府主席已经逃离了，据说他遭遇车祸不幸身亡，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。